我以前痴迷于每年看多少本书的目标，喜欢拿数量说事儿。昨天看3小时，今年看50本书，就好像知识量会随着阅读量线性增长。后来又对几分钟读懂一本书感兴趣，想着浓缩就是精华，收藏夹里整整齐齐码了一堆干货，然后他们就只是在那儿吃灰。现在才知道，用这些方法来提升自己是学习的最大误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怎样才是真正的学到，以及如何打造受益终生的学习系统。第一个，计数器式阅读，盲目的标榜阅读数量。我一年看100本，你一年看50本，我就一定比你学得多吗？肯定不是，因为不同的书阅读难度也不同。一本科普读物1个星期就看完了，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没准得啃上半年，但二者的收获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学习不是为了积累阅读数量，咱们追求的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把多少知识内化进大脑并为我所用。不过这个目的不好量化，我们也就容易把积累数量这个手段当成学习的目的了。一旦掉入计数器陷阱，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在乎流于表面的数值。今天得看200页，翻快点吧。这本书薄一点，那就看这本吧。用填鸭的方式获取知识，最多混个面熟，没办法真正的吸收和消化，自然也达不到学习的目的。第二个，追求速成和干货，用各种辅助工具加 buff。我就发现，如果我想看一本书，几乎不用买来慢慢啃，网上一大堆拆书笔记、思维导图、干货提炼。不想看文字图片的话，还能找到10分钟拆解一本书之类的视频。总之，原本需要花上1-2个星期的艰难过程，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。我之所以被这些知识产品荼毒了很久，原因就一个字：懒。我不愿意在周末早早的爬起来，也不想抛弃刷剧打游戏的时间。我更倾向于花几十块钱买个会员，用别人揉碎的知识残渣来自我安慰。当然，他们的作用也仅仅是自我安慰，在内容的理解和记忆的牢固程度上都没有自己看书的效果好。因为看书获取信息的节奏慢，通过翻阅来解答阅读中的问题这一过程，有助于大脑形成完整的思维导图。另外，文字是抽象的，大脑需要把它们具象化，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和记忆。第三个，复制粘贴不思考，对知识简单的机械加工。这是我上学那会儿养成的习惯，碰到一些不错的知识点就抄到笔记里。现在用手机看电子书就更方便了，直接复制粘贴。这个方法不能说完全没用，只能说微乎其微，因为我只充当了知识的搬运工，而没有经过大脑加工。心理学把对信息的加工存储分为2种方式，精细加工和机械加工。前者得经过咀嚼和思考，与大脑原有的知识储备建立联系，后者就是简单的复制粘贴，就像在 Excel 里把数据从一张表复制到另外一张表。这么做会让你有一种熟悉感，产生我已经学会了的错觉，但对大脑来说，数据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处理，只在短期记忆中短暂停留。这里有2个精细加工的做法，一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，也就是常说的费曼学习法；二是给自己设置问题，然后用解题的思路去回答。进行这2个过程，你得想办法让零散的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，也就是对知识进行编码，这是学习很重要的一步。打开心智这本书有个例子，咱们先看这样一段话：电车难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哲学中义务论和目的论的碰撞，它的结果并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做出决定的过程和价值取向。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被道德双加工模型基本解决了。你看，这段话提到了很多概念，电车难题或许大家都知道，但义务论、目的论、道德双加工模型这些，咱们就一脸懵了。如果不知道这几个概念，我们就没办法从这段信息中获取知识。然而，当我们原有的知识储备里有这些概念，电车难题就能嵌入到义务论、目的论所组成的知识网络中，信息也就内化成我们的新知识。这个过程就是有效的学习。任何知识的获取都是这样，我们把不知道变成知道，关键在于原有的旧知识充当了路标，引导新知识找到具体位置，并跟旧知识联系起来，形成新的知识网络。也就是新信息必须跟旧知识建立联系，才能被大脑存储和理解，不然就像一座孤立的小岛，随时会被淹没。我们可以用 DIKW 模型来理解这个过程，它代表了知识管理的4个层级，分别是 Date 数据、Information 信息、Knowledge 知识和 Wisdom 智慧。比如 Excel 这个概念，如果我没学过电脑，那它对我来说就是个数据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但当我知道了它是一个可以处理电子表格的办公软件，它就不再是5个字符这样的数据，我的大脑会把它具象成像扳子、钳子一样的工具，还会把它跟工作联系起来。如果我不只了解 Excel 的意思，还学了相关的操作原理，那它在大脑中就不只是一个点，而是一张包含图表、函数、快捷键等信息的知识网络。
这时我的视角就被拔高了，就像从飞机上看地上的房子、车子、人，以及连接他们的道路。最后，当我在工作中能够把实际问题抽象出基本模型，并用 Excel 知识网来解释和处理，就又上升到了智慧层面。说白了就是能够很好的迁移应用知识，这也是学习的最终目的。从学校毕业之后，就很难像在学校那样系统学习了。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大多是零散的，没办法很好的串联起来。所以高效的学习系统一定要能把碎片化信息整合成完整的逻辑结构，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。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套叫做 INKP 的知识管理系统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4页笔记。你可以想象成4个文件夹。第一个收集文件夹 Inbox 是在学习某个领域时获取的信息和产生的想法，碰到感兴趣的概念，通过主动学习来完善，然后把它们放到概念文件夹 Note 里。等到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概念后，你就能发现某些概念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联，再把这些概念挑出来，整合到主题文件夹 Knowledge。 这个文件夹里的知识都形成了完整的结构。第4个项目文件夹 Project 则是在实际应用中形成的经验和反馈的结果。这么说有点抽象，咱们举个例子，比如你对睡眠这个话题感兴趣，你会去查阅一些资料，这些信息都在收集文件夹，然后你发现资料里经常提到昼夜节律、睡眠周期、快速眼动睡眠、睡眠类型、R90方案、褪黑素、克莱德曼蒙马洞穴实验等概念。既然频繁出现，肯定很重要，所以你查了相关资料，把它们放到概念文件夹里。等到信息越来越多，你发现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，比如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包括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。昼夜节律控制着人们每天24小时的作息，它的时长最早是由克莱德曼教授把自己关在蒙马洞穴整整32天得出的。这些概念联系到一起，就可以整合到主题文件夹。这种整合方法是自下而上，就是通过概念的逻辑组合形成不同的主题。还有个方法是自上而下，就是先在主题文件夹里提问题，然后从概念文件夹检索出能解决问题的概念。比如问睡眠是怎样一个过程，概念文件夹里的睡眠周期、快速眼动睡眠等概念就拎出来组合一下。睡眠过程是由4到5个睡眠周期组成，每个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左右。最后就是应用了，有了前面完整的睡眠知识网，我们就知道了熬夜的危害、自己的睡眠类型，也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睡眠方案。这些实际经验和反馈可以进一步完善到主题文件夹。反复走几遍这个过程，睡眠在你的大脑里就不是眼睛一闭一睁这么简单了，而是一张完整的知识网，而你能站在高处俯瞰，达到知识为你所用的目的。从收集信息、记录概念到整合成主题和实际应用，信息在 INKP 体系中是流动的，你会不断的调用、加工、重组、完善，每一步都需要经过大脑的处理，也就是高效的对知识进行编码和检索，比之前咱们反复的阅读、划重点、做摘抄的方法要好得多。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学习的3个误区：技术性式阅读，追求速成和干货，复制粘贴不思考。真正学到的本质，新知识在旧知识的引导下，在大脑中存储并与旧知识联系，形成新的知识网络。做到系统学习可以采用 INKP 学习系统，其实很简单，几个词就能概括：收集信息、记录概念、整合主题、应用反馈，让知识在系统中流动起来，并主导我们的实际行动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儿了，希望每个小伙伴都能够高效学习，像玩一样轻松学到更多知识。